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我是 Async Talk 主播 Anata。今天想跟大家去聊一个目前比较新的一个思路 ，HTML 是否正在取代 Markdown 成为大模型这个方向更好的一种表达语言？首先，为什么说大家都在用 Markdown？那第一点是大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因为 Markdown 它的信息密度非常的高，因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纯文字，那它同时有一些重点，它同时也提供一些。比如说代码，或者说一些 ASCII 码的画图这些内容，那所以说它模型天生就比较喜欢来去输出 Markdown 这样的内容。那在之前 GPT 3.5 时代，因为我们的 context window 是比较有限的，所以用 Markdown 它是比较省这个 token 的，因为你其实一段话拿 Markdown 来输出，它是不需要一些特别的 tag 的，所以它的内容是更少的。同样，它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跨平台，它是纯文本，它对于 Git diff 也是非常友好的。大家谁只要拿到这个 Markdown 文件，其实都能多多少少读一下，理解起来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那久而久之 ，Markdown 它就成为了 AI 默认输出的一种格式。那来自 Anthropic 内部的这个 Tuck 最近写的这篇文章，他就在说，他在尝试说拿 HTML 来去取代 Markdown 来去做一个表达性的语言。那 Markdown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把信息其实都压扁了。纯文本信息当然它是适合 Markdown， 但是在一些空间信息，因为我们现在内容其实比较丰富的，它是不太适合 Markdown 这种表达形式的。那比如说我们的 diff， 那 code diff 这种场景，你怎么样通过 Markdown 来去表示呢？你需要去用非常特别的插件。如果是单纯的 Markdown， 它其实没办法表示你增减了某一行代码这种情况。像是依赖图、一些调用链这样的内容，它就更是没办法来去读了。它可能需要去用一个ASCII 码来去画图。那 Markdown 它也只能线性的平铺的来去展开内容，它其实没办法说把它这些有层次的内容来去展示出来。所以 Markdown 它其实表达能力是有限的。那这里你其实可以试着让你的 Codex 或者包括任何的 AI 工具来去帮你生成一个 PR 的 Code Review， 然后让它输出成 Markdown 的形式，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挺难读的。那我相信它生成这个 Markdown 你是不太愿意读的。另外就是像一些 design token， 那比如大家可能写过前端，那前端里面有一些样式，比如说这个 radius 它是 4 pixel， 那或者说它有一个颜色，那它是一个 green tail 的一个颜色。这些颜色你放在 Markdown 里面，它只是一个16进制的文件，或者说你用其他格式就更难读了。但是如果你把它渲染成 HTML， 它是天生就可以展示出来的。所以让 AI 来去描述像颜色、尺寸大小这些东西 ，Markdown 是并不可视的，因为它没办法真的给你展示出来，它只能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它应该是多少，它只是一个纯文字的内容，所以它的表现形式还是非常受限的。HTML 它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非常自然了。它就可以展示出来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你颜色是什么？它直接把这个色块给你展示出来。但是话说到这里，其实 HTML 它也并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HTML 它的 token 消耗量是巨大的。你写一个 Markdown 呢，它也许100行、200行就完成了。但是你如果做一个 Markdown 它的整个上下文是非常丰富的，它需要去写各种各样的 HTML tag， 它需要去写各种各样的 CSS 来去表达同样的一个事情。那它对于这个 token 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它的执行时间也会显著的更长一些。它的展示上面，我们需要去拿浏览器去预览，人去靠脑补来去读 Markdown 是可行的，但是靠脑补来去读 HTML 基本上是不太可行的。它其实也会容易过度设计，因为 Markdown 比较简单，而 HTML 它的能力是扩展的非常的大，所以 AI 它有时候会给你去生成一些不必要的样式，像是一些短回复，一些非常简单的 Plan。你去让 AI 生成 HTML 来去解释，效果是不错，但是一些复杂场景还是拿 HTML 更合适。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 Markdown 它并没有过气，它只是说它的定位角色有一些小的修改。OK， 那我来去演示一下。这里其实我刚刚拿Cloud 让它来去帮我生成一段 HTML， 去帮我解释这个 Async Task 是怎么运作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内容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有一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从 SFTP 上传到一张图片去进行完成 EXIF 信息的读取，然后缩略图、人脸识别、AI 评分这样完整的一个异步流程。顶层架构这边它给了一个图，而这个图你是在 Markdown 里面很难去实现的一张图，而 HTML 生成这个图其实就非常的直观了，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理解说它有这样几个
HTTP server 有 Redis， 同样这个 Redis 来去作为一个 broker 来去读到之后，给 task worker 来去做一些执行。那这里也有一些解释呢，同样它的重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那这里边它甚至还有一些代码例子，而代码你通过 Markdown， 我们是需要人肉去加一些 code 渲染的，它会有一些 step 的解释。那到再下面的这里，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序图，而这个时序图通过 HTML 是比较好看懂的。而你想象一下，你把它去做成一个在 Markdown 里边，你需要去脑补这个时序图，就挺困难的，对不对？这个时序图我看了一下，它画的非常好，它画的其实相当的正确。对，这就是 HTML 它对于可读性来说，它是相对于 Markdown 是有巨大的提升的。当然，现在因为 AI 的智能是更好的，所以我其实也会倾向于说 HTML 它具有更好的可读性，它可以来去尝试替代 Markdown 之前的一些场景。那 Markdown 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就 Markdown 演变成 HTML 这种形式吗？就像刚刚我说的 ，HTML 和 Markdown 它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场景。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方案，就是 MDX。MDX 是简单理解起来，它就是一个 Markdown 的一个强化版。它之所以就比 Markdown 强化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文本，你可以完完全全拿 Markdown 来去做展示，而一些复杂的交互的场景，比如说你有一些 code diff 的展示，你就可以通过React 的这样一个组件来去进行渲染，而 React 组件渲染出来的内容是可以非常的丰富，它其实就相当于你把 HTML 给套进去，它的表达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渲染出来其实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而它的 token 的长度也是比较短的。它可能有一点缺点，就是它平台受限，它没办法直接通过浏览器打开，它也没办法直接通过 Markdown 来去读，而是它需要一个 MDX 的一个 runtime 来去渲染。我目前认为 MDX 它也许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选择，它一定程度上是要优于 HTML 和普通的 Markdown 的，当然也是看你的场景，因为它还是蛮受限于 runtime 的。OK， 那大家之后也可以去尝试，让你的 AI 开发工具，如果你不明白一个逻辑，不明白一个 feature 是怎么 work 的，或者说你让它帮你看一个 merge request 的一个代码 review， 你可以让它来去尝试生成一个 HTML 的版本，也许会让你对这段代码理解的更好、更清楚。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如果你有一些更多的和 AI 交互的一些小技巧，或者说你怎么样去看待 HTML 以及 Markdown 在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应用、一些发展，或者说你觉得也许有更好的方法来去展示，来去更大的提升可读性，那也欢迎在下面来去留言，留下自己的想法。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